锦衣庄伤兵经一所暗访，与我们明察相配合，定能找出真相。我就不信这些人自杀真是因为邪祟作怪。放肆！此事八成就是这个人在搞鬼。他故意引王爷前来，究竟是想干什么？难道是想灭口？采买的事虽是他负责，但他没有派兵的权利。这些事都是他报给冷将军，冷将军再酌情一级级安排下去。最后出去的是哪些人，可不是他说了算。另一件事呢？也打听过了。我走的这段时间，营里是走了一些人。还乡？逃兵。其实那几个人算不上是兵，他们是被收编进来的贼匪。军中派兵剿匪的时候，若不是遇到罪大恶极或者拼命抵抗的，一般不会赶尽杀绝。只要他们老实投降，就会被收编军中，加以训练，补充兵力。这些贼匪多半还有些功夫底子，比普通招进来的庄稼汉要好训得多。逃跑的那几个人，都是这样被收编进来的。那你可还记得这几个人的样貌？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。收编这群人的那场仗，是侯斌带兵去的。他们被俘之后，也是在侯斌手下受训。那在他们逃跑之前，在营中受训有多久了？不到4个月吧。不到4个月？他们在营中受训不到4个月就跑了？是。这些人呢，最初的半年是最容易跑的，毕竟当兵没有当匪那么肆意妄为。怎么，有问题啊？淤泥坊邀您收看御赐小仵作，王爷喜欢好看的，幸好有它，清洁到位，好看加倍。淤泥坊氨基酸泥浆面膜，物感亲肤，深层清洁，夏日必备。手玉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你伤着了没有啊？啊，孩子，残废不了，不会麻烦你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跟爷爷说话呢？啊，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禀王爷，冷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王爷，我在那人的营房里找到点东西。啊？你去冷将军营房了？你怎么进去的？大哥，还要请你替我在营中查一件事。老爷，我们派去盯着公主府的人回来禀报说，半夏在城门拦了周汉的马车，像是在找人，但没找到。宫里有什么动静？早些时候下人禀报，暗中查访公主府救人那帮人的身份，现已查明，为首的正是秦鸾。他们不但查访公主府救人，还在坊间对当年西平公主诞下双生子之后的一些流言多加查探。流言？您说秦鸾此刻查探这些，
想干什么呀？这几日要小心盯住秦鸾，有什么风声，速速来报。是，老爷。师傅在寿诞之日要荣升大内总管的喜讯传遍了八方，可以说是朝野来贺呀。您看看，这贺礼多得数都数不过来，可见这些人对您是一片孝心呐。哟，您看这个，这是博古斋送来的。博古斋也送东西来了？这不是看您头些日子亲临了他们那儿一趟，这就认为攀上了高枝儿了，这才有胆子给您送一份孝敬来。东西也错不了，是这个铜如意。什么？师傅，他送一铜如意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铜如意。你没看见这上面刻的什么吗？这儿还空着2个字，看呐！庸庸明艳，旭日始旦，是空空期。看不懂啊，这个什么是空空期？这是事如归期。你没看见这空了2字吗？博古斋送来这个东西啊，是要来告诉我，许如归在他手上。要想得到许如归，就趁早去见他。许如归在博古斋，那他们岂不是一柄铜如意？好一个一铜如意呀！是时候会一会这帮玩意儿了。一所里面情况如何？那些伤兵啊，都是小卒子，说的话里瞎猜的比知道的要多。幸好我白日里跟他们玩枪狼滚粪球的时候，借机打听到一些消息。这军里边第一个发狂的就是一所里的伤兵。伤兵？那伤兵现在情况如何？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也探过他，他当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坚称自己是遇到了邪门的东西。还有吗？邪祟作怪的流言也是从一所里最先传出去的。军队里最闲的就是这些伤兵，别看一个个都是大老爷们，说起小话来嘴碎得很。你这次回去，记得再打听一个人。谁呀？吴琛。吴琛，就是那个管军需的文官。对。你查他干嘛呀？王爷，京中急信。怎么了？长安有麻烦？一定是有麻烦，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麻烦。什么意思？青鸾不知为何抓了公主府早年遣出去的2名女婢，吴将怕公主府有麻烦，暗中观察了几天，结果却发现了景阁老在暗中调查公主当年孕期时的旧事。公主孕期的事儿，查这个干嘛呀？
楚楚，剖验完这3具尸体，你可有什么特别的发现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特别的发现。我剖验他们，发现溺死者吸进去的水，烧死者吸进去的灰，比一般死人吸进去的多，又比活人吸进去的少。你是说，他们临死之前，既不是死人，也不是活人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死不活，那是……我觉得可以把他们叫做活尸体。像我这样的活尸体？不是啦，这么说吧，一个人要是死了，再被扔进水里或是火里，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喘气了，也就吸不进东西了。但活人不一样啊，他得喘气，一喘气他就挣扎，那吸进去的东西就会更多。可是这2个人不一样，虽然他们死前也吸进去了东西，可是他们吸进去的量比正常人要少得多。如果一定要形容是什么状态的话，他们应该就像平日一样，直到死都在正常喘气。那勒死自己的那个人，他身上也有可疑？最怪的就是这个冯丽。一般来说，自己勒死自己本来就挺难的，尤其是像他那样，他拿腰带在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，一交叉，2手拉在2端，这样就更不容易勒死自己了。因为人一旦被勒到一定程度，会疼，也会喘不过气来，那手上的力气就会变小，除非一上来就使出很猛的力气，才能一下子把自己勒死。但是这冯丽不是这样的，从他的颈上和掌心的勒伤，还有喉部的碎裂情况来看，他不是一下就把自己给勒死的，而是手上一直使着差不多的力气，直到把自己活活给勒死。也就是说，这3人都曾身处极端痛苦的状态而不自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他们临死之前都吃过些什么？都是些正常饭菜的残渣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王爷，我是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邪祟，不过这几个人的死法我真的从来没见过，也没听过。他们真的中了什么邪了？怎么了？害怕？谁害怕了？我才没怕呢。就算他们真的中了邪，那活的你管，死的我管，不死不活的我们就一起管。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什么是咱们管不了的。若是害怕，今晚就去我那里睡。侯斌送来的证词，我怕是要看到天明了。你放心去睡，我不会吵你的。那我陪你一起看。王爷，京上竟出事了！什么？马上带我去。是。走，走，走！下来，你们下！下来，你们！怎么回事？你闪开！你疯了！怎么了？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将军，这个潜州兵也疯了，和先前那些发狂的将士一样，脉象并无什么大碍。没事就好。冷月，你可有什么法子能让他尽快醒过来？有，扎几针就行。那把他送到我住处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来啊，把人抬走。来。
安郡王不介意的话，我能去听听吗？冷将军，请。请。愣着干什么？又不是头一次见，有安郡王在这儿，一切会很快水落石出的。你们给我多拿些胆气出来，小心给传出去，说咱们节度使几万禁兵，竟然怕一个发了疯的黔州军的小卒子。没听见吗？该上哪儿歇着上哪儿歇着去。赶紧都散了。是。哎，齐郎中，这儿就你来收拾了啊！哎，还有啊，我跟你要那单子，你赶紧给我弄出来啊！是，需要什么，我赶紧让人去采买，不是？是，我先忙着了啊！好您慢走。老爷，景逸他们去了冷佩山的军中，据报是节度使驻地出现了怪事，接连有军中将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杀身亡。少爷和安郡王他们被冷佩山一封信请去调查了。看来薛如成西南之行惊动了冷佩山，他抢先行动了。那少爷他们，安郡王从来不草率行事，他既然敢去，而且敢带着景逸他们一同去，必有他的道理，要相信他们才是。传令家中在西南的所有人，景逸若有差遣，不用往长安回报，即刻执行便是。是，老爷。哎呀，我得好好琢磨琢磨。过不了多久，安郡王去冷佩山军中之事必会传回朝上，这才是麻烦呐。痛！狗子，你终于醒了。狗子？这是哪儿啊？不是在一所吗？这里是本王的住处。方才发生了什么，你可都还记得吗？我就记得天黑了，他们睡了，我也睡了，醒来就在这儿了。那你身上可有什么异样的感觉？身上……胳膊和腿上的竹板都被你折腾坏了，伤处肯定很疼吧？疼，当然疼了。哎呦，我这胳膊和腿啊，像碎了一样疼，还有我这脖子也疼，这怎么了？你和我军中的那些中了邪的将士一样，发了疯。疯了？我真疯了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了呢？我到底干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干，只不过把一所里的木人差点劈成一堆柴火。啊？你当真就什么也记不得了？我狗子用人头发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冷将军，他才刚刚醒过来，思绪尚还有些混乱，一所里人有些多，怕是会让他太过紧张，不利于回想细节。不如先让他在我这里冷静冷静，待晚些若是问出些什么，我一定知会冷将军。好，有劳安郡王了。你们去门外守着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经理，你都看见了，之前的人都这样，就这么邪门。是啊，说实话，这也真不怪军阵里的将士们害怕呀。这莫名其妙的，是有点瘆得慌。哎，金烈，你跟我们说句实话，今天发狂的那个人，他什么来路啊？什么来路？不是说了吗？
半路救的黔州兵啊。经理，我们俩可讨论半天了，那小兵从坐卧行走到言谈举止，一点当兵的样都没有。黔州军再懈怠，总不至于连常规的训练都没有吧？就是啊，他到底什么来路啊？哎，别是哪儿来的什么细作吧？你俩瞎琢磨什么呢？这就是我救的黔州兵，新兵蛋子一个，以前就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穷酸书生，不然能被山匪欺负成这样？再说了，他要真是什么细作，那安郡王能看不出来？这倒是啊。那当然是了。哎，行了，那个我们都是被营里那些事儿给闹的，也就咱们几个兄弟私底下絮叨几句啊，绝对不是怀疑你那个宝贝弟弟的法眼啊。是。侯兄，你身上的伤好点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又受伤了？嗨，一点皮肉伤，干什么都不妨碍。怎么就不妨碍了？皮肉不是长在你身上，还不妨碍呢。哎，听吴琛说，你这伤拖着老不好，都成恶疮了。秦郎中给你配的药也不好用。哎，你这是逞能呢，还是犯傻呢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比我媳妇儿还絮叨？嘿，哎。你仔细想想，有什么人有意接近过你，或是你做了什么事，可能露了身份？没有啊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节度副使姓侯的将军，他饭前来伊所，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眼神一直往我身上瞟，应该是怀疑我的身份。那吴琛呢？吴琛没什么，我们撤了赌局以后，他就是跟齐老头去点查了一下药材就走了，没把我当回事儿。我打听过他，他平日里就是料理一些军需类的东西，有时候给军里起草一些文书，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，军中将士也很少直接跟他打交道，对他印象不深。那侯斌离开之后，你可在军中吃过或者喝过什么？你以为我这么不惜命啊？我小心着呢，我就怕他们在入口的东西里面下手脚。药我一口都没喝，吃饭的时候我是假装看上我旁边人的饭，硬是给换了。睡前喝了口水，但是也是等他们睡着以后喝的旁边人碗里的水。哎，王爷，凶手的目标是不是我旁边的人？我小心过度反而中了招。若是照我们先前的推测，有人故意将我们引来军中，那此人的目的应该是想将我们于此一举伏杀。可我们既然已来到军中，他又怎么还会节外生枝的对无关的人下手？我们都已经来半天了，还是安然无恙啊？哦，不对，除了我，但对我一个人下手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们也说了，我发疯以后也没干什么，就是一直在那砍柴。他不至于是想累死我吧？冷月，方才锦衣的症状你也看到了。江湖中可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毒药或者功夫，会让人出现那样的状况呢？毒药、功法，而且发疯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觉得累，不会觉得痛，就像景大人刚才那样。要是搁平常，景大人手上受点这样的伤，早就扯着嗓子喊疼了。我听你这话，不像在夸我，也不像在安慰我。不觉得痛，事后还什么都想不起来。给他涂上吧。这是……怎么了？这药是我从长安带来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锦衣，你方才醒过来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头晕、口渴？有一点。那就是，王爷，是胡茄花。胡茄花？胡茄花是止痛的良药，有何不妥吗？这胡茄花确实是止痛的良药，但价值不菲，用得起它的人和会用它的人都不多。一般入药都是用它的花，但是胡茄花这种东西全株都是有毒的，籽是最毒的，入口会有一丝甜味，一般人服上几颗就会产生幻觉。不过若是中毒不深，幻觉过后就跟没事人一样，诊脉是诊不出来的。我曾经在岭南山中见到有人将此药跟其他药混合在一起，制成一种类似50散的东西在贩卖。幻觉，也就是说，中了毒的人之所以状若癫狂，是因为看到了一些幻想。是。如果中毒的人看到的幻想因人而异，
各不相同，那就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迥异的发光方式。这胡切花贵重且难得，此毒恐怕是李章提供的。冷姑娘，如果人一旦中了这毒，是会立即发作，还是会等上一阵再发作？这要看用法和用量。如果是服用了胡切花籽，那么最慢一盏茶的功夫也会发作的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这毒一定不是下在吃的东西里的。那3名死者胃里的食物残渣剩下的不多，他们吃完饭应该是有一阵子了，肯定不是在饭后一盏茶的功夫。那就是水？应该不会。就拿伊索来说，伤兵们喝的水都是一个锅里烧出来的，要是下在水里，那喝了水的人都应该会发作，怎么会只有你一个人着了道？那就是喝水的碗。哎呦，我们在这猜来猜去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，还不如我回伊所里面再探查探查。不行，有人想要你死，你还回去？王爷，我觉得景逸在伊所里打探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让他撤回来了吧？你担心我啊？是，我担心你。好啦，放心吧，我都已经疯过一回了，在哪儿疯倒就要在哪儿清醒过来。我又怕疼又怕死的，再怎么出现这个幻想，我也不可能自杀吧。再说了，王爷，我觉得这事儿今晚还没完。那你要多加小心。我们都多加小心。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敢来摸我的营房？不自量力！你知道我动过这个？废话！如果连你这点小把戏我都看不出来，那我凭什么在这黔中道指挥这千军万马？我节度使的营地不早被细作渗透成筛子了？那这些信，这些信是不是我故意放在这儿，等你来发现的？怎么，你没把信给安郡王看呢？安郡王要是连这都分辨不了，那他根本就没有能力统领三法司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你？你爹娘在甘露之变中惨死的时候，我没有赶回去，是因为边将若没有接到朝廷的诏书，私自带兵进京，等同谋反。如果我那么做了，冷氏全族都会被诛灭。那时，族长把我像拴狗一样锁在了宗祠的地牢里。我怎么告诉你？我每年在你爹忌日的时候，都给他写信，还这么娘们兮兮的放在个盒子里收着。怎么，说这些光荣吗？这对你有半点好处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郎中说您已经……孩子，郎中的话不可信。您不信，那为什么还写在信里，告诉我爹说，用不了半年就会去跟他团聚了？我那是糊弄他呢。那您让我看看。那你又是怎么哄朝廷的？冷将军病重？不会啊，冷将军看起来那么强壮，听说下午的时候还在演武场和冷姑娘打了一架呢。他得了什么重病啊？是一种骨病。许是他多年打仗落下的旧疾。他这些年，每当冷月父亲忌日的时候，便会写信以寄哀思。他在信里说，因为担心军中大乱，所以瞒了所有人。他现在已经在悄悄地为他自己料理身后之事了。那冷姑娘知道吗？这信就是他从冷将军的营房中找到的。我原本是让他去找冷将军是否有跟李章联络的线索，或是有关私铸铜钱什么的线索，但他却找到一盒冷将军这些年写给他父亲的信。冷将军得了这么重的病，那个幕后的人应该不是他吧？楚楚，你可还记得当日要杀许如归的2个人？记得。我记得你检验后说，他们都是当过兵的人。王爷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了？这些人同样也是当兵的。我兄长打探到，我们和李章进山前，曾有20多个士兵出营采办，就是奉吴琛之命，这与去刺史府的人数正好对得上。但军需长书记吴琛并无调兵之权，所以军中定是有权力极大的人在操纵此事。而且根据那日柴房里的现场痕迹推断，除了来杀许如归的神策军，还有一伙人想要活捉许如归。王爷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冷将军派人去抓许如归呢？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没遇见是对你的想念。月光寒，天色晚，尘世间冷暖，唯有你身边，拥抱让我眷恋。闭上眼，又相见，在耳边拂过你的发线。岁月长，情意浅，人世间遗憾，没有你相伴，多远都走不散。你笑这一秒，借我一生。